现在我这儿的时间呢是这个美国东部时间6月3号的下午6点19分，然后呢，在这个美国东部时间6月2号的早晨呢，大纪元的财务总监关伟东被这个应该是被抓，然后呢，我呢来念一下这个机器翻译的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声明。这个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这是声明的这个发出的这个地方。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美国劳工部监察部长办公室东北地区负责人 Jonathan Mellon 乔纳森·梅隆和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 DSS 国内行动助理主任Andrew Wroblewski 沃布留斯基吧，宣布3个人啊，一个是纽约南区检察官，就是真正负责起诉的，另外2个人呢，一个是劳工部的，劳工部是 DOL Department of Labor 监察长办公室东北地区负责人，还有一个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记住这3个单位：纽约南区检察官、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和外交安全局国内行动助理主任安德鲁·沃布留斯基宣布，纽约市总部的位于纽约市是这个总部位于纽约市的一个跨国媒体公司首席财务官韦东关别名比尔关被指控参与跨国洗钱计划，洗钱至少约6700万美元的犯罪所得，就是别人犯了罪，通过他洗钱洗了6700万，以使自己和媒体公司获益。你要注意这里边的每一个措辞，以使自己和媒体公司获益。昨天早上，就是这个关伟东比尔关于昨天早上被捕，今天下午现在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因为我这儿已经到晚上了，今天下午将在美国地方法官 Stewart D. Aaron 斯图尔特 D. 亚伦面前出庭。该案件已分配给美国地区法官 Victor Marrero 马雷罗，我不知道这个 Stewart Aaron 和 Victor Marrero 这2位法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检察官就是起诉的人达米安·威廉姆斯表示，如指控所述，全球报纸和媒体公司，就是一个跨国的报纸和媒体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比尔关与他人共谋，通过洗钱数百万美元的欺诈性失业保险福利和其他犯罪所得。因为这机器翻译，我对这个英文的理解就是说，有人诈保，中国话叫诈保，就欺诈保险公司获得了这种非法所得，通过他们购买加密货币的这种折扣点数，然后呢换取钱，我的钱就变成洗白了。通过给这个数千万美元的欺诈性失业保险福利和其他犯罪所得洗钱，使得自己、媒体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受益。当银行对资金提出质疑时，关谎称这些资金来自于对媒体公司的合法捐款。今天的指控反映了本办公室对严格执行法律，以打击通过洗钱促进欺诈行为，并保护美国金融系统完整性的承诺。这是那个检察官办公室的这个声明。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东北地区负责人3个单位啊，检察官办公室先是那个声明。那么劳工部的这个监察长办公室东北地区负责人 Jonathan Mellon 说呢，检察长办公室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调查涉及美国劳工部失业保险计划的欺诈指控。我们将继续与执法伙伴合作，保护旨在帮助失业美国工人的福利。就是你没失业，你诈保去了，那失业的美国人不就拿不到福利了吗？但是我看他的这个英文的上下文的理解，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并不是那个关伟东啊他自己去诈骗保险，而是他帮助诈骗保险那些人的犯罪所得洗钱。
国务院外交安全局 DSS 全称是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 就是外交安全局。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国内行动助理主任安德鲁 罗布留斯基吧，表示此案件凸显了外交安全局广泛的全球影响力，展示了我们与美国及国际执法机构在复杂跨国案件上有效合作的能力。外交安全局与我们的执法伙伴每天在全球范围内不懈努力进行此类调查。这是3个参与的单位分别发的这个声明。根据起诉书的指控，自大约2020年起至大约2024年5月期间，现在是2024年6月3号，就是他们调查一直到这个5月份，关在总部位于纽约市的跨国媒体公司括号里边引号就下称媒体公司，当首席财务官期间，与他人共谋参与一个庞大的跨国洗钱计划，洗钱至少约6700万美元非法所得至媒体公司及其关联实体括号统称关联实体，就统称媒体实体到他们名下的银行账户。为了推进这个洗钱阴谋啊，关呢就是关伟东管理包括媒体公司的在线赚钱 Make Money Online 团队，又称 MMO Team 在内的多个团队，他管理这些团队。该团队位于媒体公司某外国办公室，我瞎猜啊，我猜是越南。在关的管理下， MMO 团队成员和其他人使用加密货币购买数千万美元的犯罪所得，包括欺诈性获取的失业保险福利的收益。就是说这个犯罪所得不是他们来的，他们是去替人销赃。我再说一遍，这些收益呢，它已经是被事先加载到成千上万个预付的借记卡中。犯罪所得呢，通常是由这个洗钱计划的参与者，包括这个 MMO 团队和他们合作的其他人，以这个每个美元大约70到80美分的折扣率，我不知道是 discount off 还是 discount， 我不太懂，通过某个特定的加密货币平台购买。我看一下原文啊 ，discount off 还是 discount， 那个这个原文它是这个说的跟中文一样，那个我觉得可能会产生歧义，我也就不解释了。以每个美元大约70到80美分的折扣，通过某个特定的加密货币平台购买，并且换取加密货币。一旦犯罪所得被购买，这大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犯罪所得是那个1美元，打比方说，那我从你手里换来的加密货币呢，就是70美分。打比方说啊，这是考虑的比较好的。我如果是70到80美分 discount off 的话，我从你手里就换来20到30美分，然后你就负责把这个钱呢，去再通过其他方式变成那什么呢？它就是我替你销赃，然后给你一点小钱，大头归我，或者呢一部分归我，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一旦犯罪所得被购买 ，MMO 团队就是上面说的这个关伟东所管理的这个团队，和计划的其他参与者就使用呢被盗的个人身份信息开设账户，包括呢预付借记卡账户、加密货币账户和银行账户。这些账户被用于把这个犯罪所得转入与这个媒体实体相关的银行账户。然后呢，在犯罪所得，就是他帮人洗钱了，别人拿到干净的钱，他拿到犯罪所得，这个犯罪所得，那你要花，这不就成犯罪所得了吗？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加密账户啊，就是倒腾这些钱，然后呢，他呢就是送到这个媒体的实体账户去了。那你怎么跟外界解释呢？咱们看下边，他们通常通过媒体实体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媒体公司加上下边的附属实体持有的其他银行账户、关伟东的个人账户
以及关自己的个人加密账户再进一步洗钱，就是关伟东自己就是为主佛牺牲了，我就觉得是把个人账户和个人那个加密账户全都贡献出来了，要抓就抓他了，主佛没事还继续当主佛。在洗钱计划开始的同一时期，媒体公司的内部财务会计反映出年收入同比增长410%，从大约1500万美元增至大约6200万美元。当银行询问关伟东关于媒体实体银行账户交易增加，银行问你啊，说你一下增加了410%是怎么增加呀？关说这个资金呢是来自捐款，大家就是心向主佛嘛，心向法轮功，普天同庆，是不是佛光普照，礼圆明啊？这当然这是我说的啊，我是法轮大法真修弟子嘛，我当然就觉得这佛光普照，礼圆明了。关呢对包括两家美国银行撒谎，说资金增加来自这个捐款。不但如此，在2022年的时候，关伟东还写了一个给国会办公室的信，然后呢，他在这个里边声明，注意啊，虚假声明就是你要声明的一些东西，如果是假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虚假声明，捐款呢构成媒体公司整体收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他跟国会那儿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他跟银行说我这增加了410%都是因为捐款，那增加了410%如果都是捐款的话，它就不是微不足道的部分嘛，所以这两边至少你要一边说假话了，是吧？实际上这两边他全说假话了，因为那个也不是什么捐款，那就是替人洗钱的犯罪所得。这个61岁的关呢，来自新泽西州 Syracuse 被中国人称为雪城，实际上是一个希腊古城邦叫叙拉古，你知道吗？他的这个人呢被指控一项共谋洗钱罪，这个罪名最高呢是20年监禁，2项银行欺诈罪，其中每项都可判30年监禁。这些指控与媒体公司的新闻采集活动无关，这里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大家都要仔细看。那么最高的这个潜在的刑期呢，就刚才说的20年监禁、30年监禁，由国会规定，仅为提供信息之用，任何对被告的判刑啊，将由法官决定。威廉姆斯先生就是那个起诉的那个 DA 啊，检察官，赞扬了劳工部监察长办公室、外交部安全局以及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特工的出色调查工作。威廉姆斯先生还感谢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宝贵协助 CBP， 就是3月28号大纪元追打 CBP 那个说你们这些人骚扰我们那个美国公民的那个神韵演员啊，你们这个 CBP 的人是不是通共啊？他们找了4个那个议员，所以啊，在最后的这句话里边又加了个 CBP， 你知道吗？此次起诉，注意是有组织犯罪缉毒执法工作组 OCDETF 行动的一部分。OCDETF 通过检察官领导、情报驱动的多机构合作方法，识别、破坏和瓦解高层犯罪组织。看一下英文原文吧，各位，咱们光念这个中文，不要造成什么歧义才好。高级别的这个犯罪组织，就刚才我说那个有组织犯罪缉毒执法工作组 OCDETF 行动的一部分。OCDETF 呢，它是司法部下属的一个，很显然是多部门综合这个行动的一个牵头的行动的。OCDETF 通过由检察官领导、情报驱动的多机构合作方法，识别、破坏和瓦解 high level 的高级的这个 criminal organization 高级犯罪组织。这里边每个字你都要仔细听。有关 OCDETF 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什么什么什么。该案件由本办公室的公共腐败部门处理。公共腐败，注意，这是公共腐败。助理美国检察官艾米丽·德宁格、丽贝卡·戴尔和简·金负责起诉。起诉书中的指控仅为指控，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告被视为无罪。
行了，我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个念完了。然后呢，我念这些东西也是 to my best knowledge。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有好多东西可以琢磨的。就是说现在呢，这个犯罪所得呀，是有人榨取那个失业保险，所以呢，劳工部进来了，这个 DSS 进来，这个挺耐人寻味的。当然了，下边也提到了，这个他们运作这些这个什么网上赚钱的部门呢，是他们的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办公室，所以呢，可能 DSS 就进来了。那 DSS 负责国外的这些事儿的，其实也挺多的，是不是 DSS 就必须参与进来呢？其实这个要打一个问号。然后最后那个海关边境保护局的宝贵协助，在什么事上协助了？在什么事上协助了？上次6月1号的节目就刚刚说，就是这些神韵演员、小演员都是儿童的时候，都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出入境，人家说你把这么多小孩一带出美国，带6个月，你3个月的6个月，反正都好几个月吧，具体多少个月，就再看了，你这个到底干嘛去了？是不是当童工去了？那如果是当童工，你这玩意儿在美国是不是运作一个童工组织啊？咱们别在柬埔寨运作了，直接来美国运作，这不是通讯也好，金融也好的，反正这个是发家的好地方嘛，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人专门负责给这些小孩啊教这个说你们该怎么应付那个美国政府，你该说什么，你全都背下来，你别告诉别人。你想没想过？我就想说法轮功里这些人，就这些小孩，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想起以前被教的这些东西，他可能心里不愿意，你知道吗？尤其是你们在那个神韵，在最近的那些神韵演员披露的你们做的事情，长期的虐待那些孩子，那他们想起这些事儿来，你说他们现在作为成年人，他们会做什么呢？所以就是这个3月28号大纪元这等等这帮人。就包括什么那个等等的一些大 V 吧，还在那儿贴什么 CBP 的那些边境官员去问他们说怎么回事，人家问你不是从今年2024年开始问你的，不是从2024年3月28号开始问你的，那10几年前问了10几年了，你们这帮人天天的带一帮孩子一下就去满世界去表演去好几个月，他上学不上学了？他们在外边那个劳动保险到底谁给他们上啊？是不是？边境保护局是不是该问问这个呀？所以上次我那节目还问呢，我说怎么这事儿就没下招了，就没人再提了。所以这儿人家 CBP 又提供所谓宝贵帮助了，宝贵协助，我也闹不清楚宝贵协助是什么。那么就是弄了半天，这法轮功不是我说正法吗？而且在那个大纪元工作的人都是大法弟子，是这样吧？尤其是越是高层，越是师傅身边的人，那咱们就得就是注释正法嘛，对不对？所以参与进来的这所有人都是大法弟子。我们其实要注意到一点什么呢？就在整个的这个声明里边啊，有些非常微妙的地方。这微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上来他就说呀，说这是一个 multinational 的 media group， 应该是就是跨国的媒体集团，他回避了说这个媒体集团的名字。这挺有意思的，他回避了这个媒体集团的名字，他也回避了这个媒体集团和法轮功的这种非常直接和密切的这种联系，非常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因为大纪元的员工一个礼拜恐怕至少有1天是学法的，实际上是6天工作的，不是5天工作。那你大纪元都一起学法，那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共产党？还是什么？你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不是吗？你法轮大法修炼者，你弄在一起给这帮罪犯犯罪所得销赃去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定罪，至少人家起诉书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至少声明是这么说的。然后呢，然后这个还牵扯到这个国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就觉得呀，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你在美国这个眼皮子底下，以前我就节目中说过，我说咱们就是在美国政府眼皮子底下，看看谁是屁股上红一块的猴，你知道吗？这应该是去年我做的节目，那期节目的名字叫9月3号之后。9月3号之后，在我的老的频道上，9月3号之后说的就是去年9月3号，神韵那边用虚假声明
操纵这个欺骗和操纵这个 FBI， 或者是那个国土安全部，说我到了他们的那个校园了，而实际上当时当地我正在那个另外一个州的另外一个城市呢，你知道吗？所以呢，他里边还说我要当这个自杀小队，这个也是假的。我从来没有说用英文说我要当自杀小队，是你们这帮神韵的人把它给翻译成自杀小队的。然后呢，我在那里边就讲那个，就是他们怎么来拜访我的。我在那9月3号那个之后，就那期节目里，就是我说联邦调查局来跟我谈了，就是了解了他们想了解的，我也说了我想说的。具体我们谈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并没有说的那个。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联邦调查局当天并没有把我带走，也没有把我置于拘留之下。其实这个我在那个就是9月3号之后那期节目啊，那期节目的名字就叫9月3号之后啊，那期节目的名字就叫9月3号之后。就是我在那期节目的里边就说，我说这个事儿其实你们应该琢磨琢磨。后来我也多次提到这个事儿，你应该琢磨琢磨。其实今天我也可以跟你告诉你们，就是在我落座旁边2位联邦调查局探员，这边1位联邦调查局高级警官，站着的是2位本地这个警官，全穿那个防弹背心儿，然后以防我妄动。刚坐下不久，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是外交安全局的吹哨人，我是 DSS 的吹哨人，这就是，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所以就是说，我去在2021年一开始的时候，沈演员来找我的时候啊，其实我已经听到很多可怕的事情了，然后呢，我是在做了所有的这个实际上我在法轮功内部啊，试图去找一些那个有学问的人，有法律背景的人，所有我找的人都对我扭头不听不看，然后呢还立刻把话题转开。你们这些人姓什么叫什么，我全都记在脑子里呢，你知道吗？你们的沉默是有代价的，那么然后我就去开始找美国政府了。在做了所有这些事儿之后，我才开始去这个上网去揭露神韵的内幕，与此同时，我建立了和这个外交安全局的关系。今天你们看到外交安全局，对，这就是9月7号晚上我对进入我家搜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特工告诉他们，我是外交安全局的吹哨人。其实我的一生过到现在，我都没想到我能过出这种人生，我真的没想到。那么好了，就是说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声明里边，我注意到这个声明非常小心的避开了大纪元的名字，非常小心的避开了和法轮功的关系，但是呢点出了一些执法机构的名字。实际上我个人从去年9月以来其实一直对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有所担忧的，因为我已经听到法轮功里一些相当可疑的死亡案例。但是现在我之所以这么说呢，我就想跟那个法轮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说呀，美国政府把这个声明发出来，告诉你们现在是谁在对付你们，这个机构的名字都清楚的写在上面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包括你们在内，包括我于超在内，所有相关的人，我猜想全都在监控之中。包括你和谁联系，你说什么话，你发的电子邮件，你就是光着屁股活着的，你知道吗？我于超在中国监狱里，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我光着屁股活了9年6月07天，你知道吗？
我习惯于光着屁股活着了。你们习惯光着屁股活着了吗？你们习惯吗？我做这些事儿，我把我所有的，因为这个事儿是对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事儿是对的，我就要去做，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死了，我觉得这是我愿意为之而死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那个9月1号，就去年9月1号的时候，我说这是老年敢死队。现在我做的就是敢死队的事情，不是这样吗？神韵那山上死人没死人呢？到底是那些死的人是不是应该，那些死亡案例是不是应该被调查呢？我就想说一句。然后你们拿这个我说老年敢死队这个事儿，说成是我要做自杀小队。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但是我也有所担心，我有所担心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这里边专门强调说这个起诉啊和这个媒体搜集新闻的行为没有关系。我念一下哈，这些指控与媒体公司的新闻采集活动无关。意思是什么呢？你该办报办报，你该办网站还办网站，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我们那个不管你在这儿就是又是阴谋论吧，又是支持川普吧，那个像什么那个张天亮啊，就说什么川普应该动用什么军队去颠覆那个什么这个大选结果吧？你张天亮，你当年不是在那么煽动吗？你美国人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把他要起诉的这个范畴给确定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关伟东是谁呢？关伟东其实是直接在堂中之下的这么一个人，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堂中之下的。而堂中是谁呢？堂中负责的是大纪元、新唐人这两个为世人所熟知的法轮功的宣传机构。但是2-3年以来吧，大纪元、新唐人从至少是人力资源、技术团队整个的被抽调到另外2个公司，一个是净泉公司，一个是开心公司，其中主要负责人就是方伟，也就是曾勇，也就是那个去年8月31号指使那个就是手下吧，我猜想去向我前妻打听我住处的，就那个人，而且他还向其他人打听我住处了。他向其他至少2个人打听了我的住处，你知道吗？至少2个人。所以从方伟那儿来打听我物理地址的是3条线，方伟。所以就是说，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呢？议员被不提名字的拎出来了，而且又并没有触及到堂中。堂中是上面是谁呢？当然就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我师父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了，是不是？到现在为止，我看这个声明是非常用心小心的切割了这个犯罪行为和这个媒体收集新闻行为以及和他更高层的关系。注意啊，一个是组织上在这个声明中仅仅把打击的这个人限制在关伟东上面的咱不提了，然后业务上把这个媒体的这个新闻搜集这个采集活动啊和这个洗钱活动清楚的给分开了。我不太清楚就是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保持这个谨慎的乐观吧。我在观察。那个这个蛇呀有好几个头，现在呢只是斩掉了一个比较小的头，这条蛇还有其他的头。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吧，我不知道这个大纪元会做什么。此前大纪元已经做了2件事情了，一个是说这个海关边境保卫局，就是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边境保卫局，他们呢那个警官可能受中共影响，并且动员了一堆这个议员写信质问 CBP Custom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 再往前呢是指控这纽约时报通共啊，反对我们的全是共产党，
全是共产党。美国政府警官也可能通共，那个不是那个《纽约时报》也可能通共，都通共是吧？都通共。然后于超有精神不正常，别理他，离婚了，精神不正常。我和我太太逛意大利去了，我们这个节离25载嘛，看那么大的那个大汉堡，我张着嘴咬，哎呦，这么大的大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冰激凌，吃的可高兴吧，在那米兰，还没等你回来呢，议员的这个主要干部已经面临着非常长的刑期了。我说你们这帮人想把我于超给弄到联邦监狱，我告诉你，从1999年开始，我因为看到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时候我走出来的时候，我这100多斤呢，就拿出来，我就不顾我的性命了，实际上是不是？那你说我到了美国，我看到你们如此的胡作非为，虐待孩子，当然还有这个声明中所提到的替这个犯罪所得洗钱达到6700万，我不说能行吗？我就想问一句，我希望这是美国政府调查法轮功种种不法行为的开始。我不知道现在宇宙主佛，我师父李洪志先生现在在干什么？我希望你能健康长寿，我真的希望你能健康长寿。前2天我做那个节目说，我希望你长寿，希望你长寿。我真的希望大法弟子一起为我们师父发正念，使他能活到江泽民的那个94岁或96岁吧。那个行了，今天就是通报一下这件事儿，大家就接着往下看。那我的节目先做到这儿吧，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